今天我要说到的人物啊，是赛金花。赛金花呢，堪称是晚清民国年间的一个奇女子。虽然是妓女出身，却成了状元夫人，得以随着夫君呢到欧洲出访。后来又由于呢和德国的将军瓦德西有救，能够在八国联军肆虐的时候呢，保护了很多京城百姓的利益，被民间称为9代护国娘。这么传奇的人物啊，最近呢被咱们几位话剧导演把它搬上了话剧的舞台。那么谁来演绎赛金花这样的经典角色呢？请的是一位啊和赛金花传奇个性有高度相似的实力派老演员，谁呢？刘晓庆。刘晓庆出演赛金花，这可以说是最近中国话剧舞台一大炒作题材。压力特别大，没有想到有这么困难。要是早知道这么困难，说不定会知难而退。今年4月11号，在北京保利剧院呢，以赛金花为主要人物的现代话剧传奇剧叫《风华绝代》，在保利剧院上演。刘晓庆一登场就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，他还没等说话呢，这叫碰头色儿。现在剧组呢准备全国巡演，大概要走10多个省，最后可能要演将近100场。这个是我演出来的，赛金花的每一张照片我所看到的都不笑，但是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，所以这个区别其实是很大的。其实这是我认识的，我理解的，我想象的赛金花就是这样。赛金花作为最传奇的一个妓女，当年也曾经有过一些爱国行动。在1931年9·18事变之后呢，国内很多的爱国人士啊，就准备拿赛金花这个题材说事儿，来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。当时进步的左翼作家夏衍在上海创作了话剧《赛金花》。那么这个剧呢，当时上演可戳了国民党肺管子。这不明显看这里头一些洋大人向洋人磕头吗？国民党一看这讽刺我不抵抗呢。这个剧36年在南京上演的时候，当时国民党高官张道藩在底下看到这一幕生气了，抓起个痰盂扔台上去，不准再演。而隔了1年，37年年初，北京的剧作家熊福熙也写了几幕赛金花，要在北京演，当时票都卖完了，国民党政府禁止不准演这个剧。结果熊福熙气的在台上声泪俱下的控诉。所以当时在这个解放战争、抗日战争期间，赛金花这个剧就没能够再上演。所以过了这么多年，由这个著名的话剧导演导过这个《四世同堂》的田沁鑫女导演，她把这个搬上了舞台。这个名字叫《风华绝代》，是以赛金花为主角的。可是这个剧呢，公司老板在投资的时候直接就点名非刘晓庆演不可。他为啥？他们认准刘晓庆的个性以及传奇经历跟赛金花有绝对相似的地方。这个赛金花，就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赛金花是非他莫属的吧？所以就这么着把刘晓庆找来了。刘晓庆多大了？大伙儿知道吗？有人说我知道，55年的，今年这不都57了吗？你琢磨琢磨，一个这个岁数的女人接演这幕话剧，大伙儿不要忘了，刘晓庆可不是演话剧出身，而且演的时候他影视演员有这样说，这段你跪下，啪跪下了，一遍就能过。话剧不行啊，排练的时候你你最后舞台上那一家伙才算得准呢。而刘晓庆在排练的时候也按照演影视剧的时候那规律，每一遍都实打实的演，弄得旁边人都心疼，说小庆姐你收收吧，在舞台上使劲就行了。刘晓庆不敢怠慢，可以说以50、60岁这个年龄还这么拼，很不容易。那么刘晓庆本人为什么有这么大劲头能演呢？最主要就是为了锻炼，另外一个呢也是实现超越自我吧，实现一个新的成就。刘晓庆呢有种赛金花情节。当年有位大家刘半农说过一句话，说晚清的女人有2个宝贝，一个是慈禧，一个是赛金花，一个是在朝，一个是在野，一个卖国，一个卖身，一个可恨，一个可怜。就说这赛金花太有琢磨头了，而且刘晓庆也愿意尝试这种和自己个性相似的奇女子形象，所以这回一找他同意了。而且刘晓庆说了这么句话，你错过了我呀，就不会再有人演赛金花了。刘晓庆为什么敢说这个呢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刘晓庆赛金花，你别看相隔100年，2个人的传奇个性有高度相似的地方。
也同样做出了让同时代人惊世骇俗、匪夷所思的一些举动。所以这同样两位奇女子，等于刘晓庆通过隔空问候的方式向赛金花问好。那么说到奇女子，咱们可能有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知道赛金花奇在哪儿。咱这样，咱既然说到刘晓庆和赛金花俩人像，咱总得说像在哪儿，咱一个一个给大伙导导，你听听他们身上这些事儿。咱们先说这赛金花。赛金花呢，有不少版本就说她出生在哪年，但最后归结的大致是1872年生人。原来她姓赵，叫赵灵飞，也叫赵彩珍。13岁的时候呢，被卖到苏州花船上当妓女。赶巧了，她碰上一位，这个人名字叫红军，当时在清朝呢是礼部侍郎，干嘛呢？外交部副部长，大官。而且这红军了不起，是光绪年间钦点的状元。这个红军到江南来游玩的时候，在花船上就看着赛金花。那时候红军40多岁，赛金花10来岁，俩人差30岁。红军就看上他，就花钱给他赎身，把他领回家呢。你看当了这个三姨太了。没2年，好运来了。这个红军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啊，清廷呢就派红军呢出使欧洲，去德国呀、比利时啊、法国。那时候出去规定得带夫人，一般都得带原配夫人了，那叫一品诰命夫人。可是这个红军的大老婆呢，胆小，哎呦，我可不敢见红毛羊毛，再给我吃了，不去。所以当时呢，就把诰命夫人这身衣服呢给了三姨太，就给了赛金花。赛金花年轻啊，胆大呀，好奇呀，不在乎，去吧，陪着红军出使欧洲。当时见了德国的皇帝威廉2世两口子，又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，见了很多大人物，还有后来呀八国联军那个头德国的元帅瓦德西，都是在欧洲见的。而且他也机灵啊，德语法语都学会了，所以他有这么段传奇经历。赛金花回到国内呢，有个说法说赛金花命不好，克夫。她先后嫁了3次人，3丈夫跟她都没过了5、6年，全被她克死。红军死了，扶着红军的棺材从这个北京回他老家的道上，赛金花就琢磨了，我这辈子就这么的成了一个夫人，就守寡了。他不干，半道从苏州跑到上海，重新挑班，说白了就开妓院。他妓院跟别人不一样，叫珠玉，档次比别的高，而且他敢挂牌，状元夫人开窑的，谁见过呀？上海滩当时就热闹的不得了，都来。赛金花结识了很多达官贵人。这点事儿一传就传到苏州去了，那红军家不就在苏州吗？你这太丢人了，所以就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妓院就施加一些压力啊，施加一些压力，他就在那就待不下去了。1898年夏天，赛金花北上天津，她的状元夫人的名牌也就亮到了天津，在天津同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而这次赛金花一改在上海单打独斗的局面，利用自己的名头，从南方招募了一批江南女孩到自己的旗下，正式组成了具有南方风味的金花班。此时她正式更名为赛金花。在天津一开，轰动了，北京不少人过去了。当时赛金花结识了很多有名望的人，像户部尚书杨立山是他的客人，江西巡抚德晓峰，这封疆大吏是他的客人，沪宁铁路总稽查曹瑞忠是他的客人，都不得了的人物。就这么杨立山呢，把他接到北京，在北京前门八大胡同呢、石头胡同呢，给他开了一家妓院，1等班的，非常豪华的。所以这时候赛金花艳名远播京城啊。接下来赶上搞义和团，扶清灭洋，义和团呢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杀了，结果闹得八国联军攻进北京，慈禧太后老伯爷跑吉安避案去了。这个时候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烧杀掳掠，那么这个时候赛金花发挥了最大的什么作用？前面咱们说他认识瓦德西，当时八国联军统帅，德国的将军，他就去找瓦德西去了。他劝瓦德西，这德国人都文明人，不能烧杀掳掠。后来赛金花在议和过程当中发挥作用，李鸿章当时呢就是要把赛金花作为民间议和的一个代表，所以当时呢北京城不少老百姓传是赛金花保护我们安全，要不这德国鬼子就得杀我们，所以民间传赛金花为9天护国娘呢。1903年，这时候老佛爷他们都回来了，赛金花因为虐待下边一个妓女，这妓女吃鸦片烟死了，赛金花吃官司给关监狱去。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了，她岁数已经差不多该嫁人了，
嫁给了沪宁铁路总稽查曹瑞宗。没几年，曹瑞宗死了。后来他又嫁给谁了呢？比他小1岁的国民政府议员叫魏思炯，他资助过魏思炯留洋，魏思炯比他小1岁，又娶了他。这门亲事，赛金花是很认可的。赛金花死的时候，墓碑上就写什么呢？叫魏赵灵妃，他不叫赵灵妃吗？前面加个魏，表示我生是老魏家人，死是老魏家。到了是1936年，他64岁的时候，在一片诵经礼佛声中，自个儿死了。他晚年信佛，他死的时候，当时张大千给他画过像，齐白石在他墓碑上题过字，葬在陶然亭。送葬的时候，梅兰芳他们都来了。所以赛金花当时名气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你看我刚才简单的把赛金花一生一说，你看看这么一个妓女出身的人，能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是不是奇女子？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？那么我们再从时空相隔的角度再看刘晓庆，刘晓庆也是一个特有个性的女子。你们让我没得到吗？你们后悔吧？真正的好的女演员其实是我，你们看走眼了。这是相隔30多年后，刘晓庆对于在1980年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，她仅仅荣获最佳女配角奖时流露出的内心不满。我当时预测，我觉得最佳女主角和配角都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会像这次那个拆弹部队的导演创造历史，百花奖的历史。80年代的中国，没有人不认识刘晓庆，她的高调和大胆让她成为话题女王。1983年，在春晚舞台上，她是唯一一个面对全国观众给自己家人拜年的人。请允许我为大家唱一支我们家乡的民歌。曾因一句“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”饱受非议。一个外国记者问我说：“你觉得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是我。”哇，也引起全中国的轩然大波。但同时，她也开启了长盛不衰的刘晓庆时代。1975年，她凭借《南海长城》正式踏足影坛，给观众展现了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少女形象。无产阶级的枪杆子不能给你扛。1978年，《小花》上映，电影中刘晓庆双膝跪登台阶抬担架上山，膝盖出血、汗流头发的镜头成为了中国电影的经典。到现在我们好多人还记着呢，非常有名。哪3句呢？大家一起看。头一句呢是做人难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。第二句呢是我的每一个成功都是我努力奋斗得来的。第3句话更出格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名和利。这3句话在当年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引来了骂声一片。你可别小瞧这3句话，这3句话搁到现在不是回事，可是当年80年代的时候，刘晓庆就把这话冒出来了，那可不得了，跟捅了大娄子似的。当时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语文老师把刘晓庆这几句话放着，让我们写议论文，全班57个人，就是57篇大批特批刘晓庆的文章。而且刘晓庆呢，在当年作为演员的感情经历，一开始跟总政的一个小提琴演员叫王丽，跟他结婚。他当年从成都能调到北京来，就是因为跟这个总政这个小提琴演员王丽结婚，他才来的，要不然他来不了。可来了以后，结完婚第4天，刘晓庆就走了。后来刘晓庆这些举动挺让人钦佩，敢作敢为，包括跟导演陈国军离婚，包括后来跟姜文的恋情。他跟姜文的恋情持续了8年，最后无疾而终。但是刘晓庆呢，后来你还别说，94年姜文拍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呢，刘晓庆给了无私的帮助。到后来2002年，刘晓庆因为偷漏税被关到秦城监狱422天，判刑了。这个期间，姜文多方奔走，帮助刘晓庆重新再回到演艺圈。刘晓庆在这点上显得和姜文是有情有义。咱们说他怎么跟赛金花像呢？你看赛金花和魏思炯，后来她那丈夫赛金花是魏思炯潦倒的时候资助她出国留学，后来魏思炯回来了，把赛金花娶了。魏思炯比赛金花小，你看姜文也比刘晓庆小吗？有人在这上找说他俩高度相似，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有点片面。这2个人高度相似，不在这些事件上，也没得比，主要是个性上。这种刚强不服输的个性，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个性。刘晓庆从监狱出来，有人都说他起不来了，刘晓庆自个儿跑到横店影视城跑码头
你说吧，给个价我就演，就那么大岁数了，还能拉下脸来二次创业，这个很了不起，就是属于他是打不倒锤不扁这么一个个性，愈挫愈勇，遇到这些事儿之后不在乎，这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就一阵儿。这种心态，刘晓庆跟赛金花是很像的。再另外，我说两个人高度相似，就是什么呢？敢为天下先呢。这事说女人不能干，谁说的？女人也是人，怎么了？男的能干，我们也能干。这点上两个人特别像。就像赛金花说，当初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还敢跟丈夫到德国到哪儿去？哎，她就敢，这就谁也不敢干，我这么干。刘晓庆那时候走学啊，包括演电影那些，他自己一些大胆的想法，都是别人不敢动的时候，他敢动。那么我们看，像这样的女性就会出现两种局面。第一种局面，别人不敢干的事你干，必然招来大伙的非议，你会承担巨大的压力。那赛金花跟瓦德西有人编了好多风流韵事，其实就糟蹋赛金花。到刘晓庆这儿也是如此，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满天都是。那么刘晓庆承担的这种压力，那就不是一般女人能承担得了的。他们俩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名气，能有这么大的一些作为呢？两个人还有一点特别类似，承受压力的能力大，耐受力大。我不在乎，我按照我自己路走，就是那时候那么句话嘛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所以这是这两个人又一个高度相似的地方。那么这种相似呢，其实刘晓庆在骨子里边已经抓到了。比方说这《风华绝代》这幕话剧演到结束的时候，这个结尾很有意思，没有到这个赛金花穷困潦倒，不到那时候，而是魏思炯娶赛金花到这儿，以一个大团圆式的婚礼上，哎，以这一幕为结尾。刘晓庆穿着白色的婚纱演赛金花，最后一句台词是：虽然我一生大起大落，但没有阻挡住我时代新女性的风采。当他把这句台词说出来，底下一片掌声。这掌声给谁的呢？既是给赛金花的，更主要也是给刘晓庆的。最新消息，咱们中国神9载人航天飞船在今年6到8月份期间呢，就要升空了。那么可能新的航天英雄就要诞生了。有的观众朋友说呀，这经过杨利伟啊、费俊龙啊、聂海正啊、翟志刚啊这么多人，好像这事儿也不太新鲜了。哎，这回你可别这么看，这回挺新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次有可能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女航天飞行员。这次呢，神9它这个任务啊，和去年我们发射神8的任务是一样的，就是到天上呢，跟原来那个天宫1号实现对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去年神8是里边没有人的，这次神9里边要有人，已经有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对外透露了。现在有2位女航天员正在进入训练过程当中，很可能有1位啊要出现在今年6到8月份这个神9上天的过程当中。那么这2位女航天员呢，到底资料是什么样，说这个人什么样的，这个现在都保密呢。但可以肯定的呢，他们都来自原来的航空运输兵队伍，都在这个飞机上啊有过上千个小时的飞行经历。有一点非常有意思，选拔女航天员有要求，必须25岁以上，必须已婚，必须生过孩子，还必须得是顺产，不能是剖腹产。我说到这儿，有的朋友纳闷了，这规定也太古怪了，怎么这个工作非得要有孩子的，而且还不能是剖腹产，得顺产呢？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说说，为什么要这个女航天员呢？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啊，他在性格特征啊、心理素质各方面有差异。女同志呢，可能呢跟男的比，她体力不如男的，但是呢，她的持久力往往比男人好。再一个呢，她心细。那么我们说，到了这个天上，作为这个宇航员，在这个宇宙飞船里边工作的话，那么肯定是考虑的越细、越周到越好。而且在上面要待很长时间，可能这个持久力啊、耐受力啊这方面的心理素质越高越好。那在这方面呢，女的有她不逊于男的的优势。为什么要规定她非得是顺产，非得生过孩子呢？因为啊，这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第一个原因。因为现在为止有人研究过，就是你一旦升到太空，太空的环境啊跟地球完全不一样，有可能对你的生殖系统和生殖能力产生影响。你生完孩子了再上去解决后顾之忧。
这就不怕了。所以这第一点是从人道主义考虑。第二点最关键，作为宇航员在天上，我说他的耐受度要高。人世间痛苦是什么？咱们有的朋友过生日，说孩子的生日啊，就是母亲的受难日。咱都知道10月怀胎1朝分娩，那是非常痛苦的。当然我们说这是顺产啊，从产道生孩子非常非常难受。我有一个当大夫的朋友跟我讲嘛，说这个女人分娩时候那种痛苦像什么呢？有点类似于就是胃肠绞痛那种感觉，就像撕心裂肺把肉割开那么疼。在医学上呢，有几种疼痛是排到前面的，排第一的是烧灼疼痛，排第二的就是女人这种顺产的分娩的疼痛。咱有不少朋友可能看过那热播电视剧《潜伏》，潜伏最后结尾的时候，那不是翠萍怀了余则成的孩子，然后生孩子的时候，这些人帮他摁住腿摁住脚啊，他大喊大叫啊，出汗的蹬腿啊，好不容易把孩子生出来。同志们别走！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好多的女的选择剖腹产呢？有的说什么保持体型，其实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，剖腹产打上麻药这一刀比顺产少受很多痛苦。但是大伙儿注意有一点，顺产出生这个孩子，由于孩子本身受过产道的挤压，他的心肺功能和呼吸功能往往比剖腹产的孩子后天要更健康。所以现在身边你看有这种现象，比方说你要经过顺产把孩子生出来了，这女人都感觉很骄傲。为什么骄傲呢？一个作为一个母亲，她完成这个过程非常完整。第二个，我这个疼都挺过来了，我还怕什么？所以说要女航天员要生过孩子的，顺产生过孩子的，就是她经过这样的阵痛，她的心理素质往往大为坚强。所以说这一关往往是女性走向成熟的非常关键一关。所以宇航员要这样的女人，她是有她的心理素质上的准备的和考量的。还有更重要一条，剖腹产这一刀，肚皮上留下疤痕，里边皮下组织和子宫上都会有伤疤。那么这个伤疤对宇航员往往是致命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在地面上你感觉不到，地面咱有这大气压，压力大。到了太空，空气稀薄，这压力没有了。在这飞船里边呢，宇航员那宇航服里头的气压只有咱们地球上的1/3，压力那么大。那么咱们里边这个血液流动也是有压力的，血压蹦蹦蹦这么蹦，外面压力是这样平衡，可是外头压力一没有，这里边压力大了，顺着皮肤一点点往外鼓，你正常能把它包住。如果你这有个疤痕，你这皮肤薄还脆弱，啪，血滋出来了。所以对疤痕这要求特别重视，手上脚上哪有个疤都不行。你这女的要剖腹产，肚子上就这么一个疤了，你想想吧，那得多危险。所以他要求这几条都是有道理的啊，已婚生过孩子啊，而且得顺产，不能是剖腹产。那么这些准备，这么细致周密的准备，它是为了什么呢？从神1到神8，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哪些战略任务？中国飞天之路终极目标是什么？咱们终极目的，就阶段性的终极目的是2020年，咱们在这个地球上空轨道这块有咱们一个空间工作站。现在呢，在咱们地球上空啊，有一个空间工作站，那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国联合研发的。那么这个空间工作站呢，到2020年呢就退役了，到期了。那么如果中国那个时候顺利的把一个空间工作站发上去，那就是整个地球唯一的一个。那么我们为了实现2020年这个目标，是分成多步走的。咱们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，说神5、神6、神7、神8、神9、神10，这都干嘛呢？咱们是一步一步的向那个目标迈进。从神舟5号到神舟8号，8年间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了从首次问天到太空漫步的跨越，并实现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。2003年10月15日，中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5号飞船成功地将航天员杨利伟带入太空，在轨道运行了1天。飞船环绕地球14圈后成功返回。2005年10月12日，神舟6号飞船搭载费俊龙和聂海胜2名中国航天员飞入太空。
飞行115小时33分钟后回归，它是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多天任务的载人飞船。2008年9月25日，神舟7号飞船搭载3名航天员发射升空。这次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是突破和掌握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。翟志刚成功完成了中国宇航员的第一次太空漫步。2011年11月1日，神舟8号飞船顺利升空2天后，与此前发射的天宫1号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，成功突破了对接及组合体运行等一系列关键技术。2012年6月至8月，神舟9号飞船将择机发射，与在轨运行的天宫1号进行载人交会对接。神舟9号将搭载3名航天员进入天宫1号工作和生活，开展相关科学实验。神舟10号飞船也将在2年内完成与天宫1号的空间交会对接。到2020年前后，中国将正式建设永久性的太空工作站。你想啊，空间工作站得有那么工作室，是在太空上的，那么这里头不得有人吗？你不得有实验设备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做的呢，得先把这个东西弄上去，然后想法呢，通过载人飞船上去，把人运输到这里边去。那人不能总在这里待着，还得能把人送回来。而且最关键的，这个飞船要和这工作站实现对接。你看去年神8，那不就跟这个天宫1号实现对接吗？就是从这里边人能进去啊，东西也能运进去，要实现无缝对接，所以这是绝对的高科技。我们现在呢，实现这个呢，分成4步走。第一步呢，是保证把人能送上去再送回来。你看神5和神6，神5是杨利伟，神6是费俊龙、聂海胜。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圆满完成任务，期盼你们平安归来。583秒后，船舰分离，飞船入轨。神7就翟志刚他们这波上去，任务又往前进一步，就不仅仅是能上去，还能回来，在中间还能打开舱门，在太空里走2圈。昨天我代表中国航天员进行了首次出舱活动，使命光荣，充满挑战，结果圆满，我为祖国感到骄傲。那么到神8这儿呢，我们知道天宫1号先发射上去，天宫1号就是我们未来那个空间工作站的雏形，就那工作站在那放着，先把它发射上去，正常运转，没问题，然后再把神8发射上，实现什么呢？就是神8和这个天宫1号在天上啪要对接到一块儿。为什么要对接？你将来这工作站咱得往进运东西，得往进把人送上去，里边人得出来，这么一对接，人进去人出来，然后神8再回来。当然在空中对接这个技术特别细，有人比喻就好像刘翔和这个罗伯斯2个人高速奔跑，高速奔跑过程当中俩人还得接吻，你想想这速度技术高科技，难度很大。现在呢，咱们这神8跟天宫1号也对接上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年6到8月份，刚才说可能有宇航天员这个神9干嘛呢？跟去年神8的任务一样，也要完成这种对接。这种对接是什么呢？里边这个有飞行员呢，不是说飞行员要进到这里头，也不出舱门，但是要体现一下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对接过程当中有什么反应。就是人先不出舱门，神9的任务是在这个对接过程当中感受一下，然后神10再上去的时候，人才进入到这里边。到那时候天宫1号也完成使命了，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整个送上去送回来，空中对接，太空行走，发射空间工作站，这些环节都完成了。那么踏踏实实的到2020年，咱们把一个工作站送上去，把人送上去，整个这过程就完成了。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培养的这个男飞行员呐，女这个飞行员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最终能够人在上面工作，在太空工作站工作。所以咱们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。当然我们走的一步一步是很踏实的，咱们可以说每一步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。当然这是中国搞这个以稳为主，有的国家不是这样。那么历史上前苏联它发展的是最快的，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男宇宙飞行员，第一个女宇宙飞行员都是前苏联人。那么他为什么弄这么快呢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冷战环境下，他要跟美国人竞争，我一定要比美国领先一步，先上太空，在冷战当中获得一种
技术上优势，其实简单说是一种心理上的优势。你看，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名字叫加加林，苏联人，是1961年4月12号上天的，在天上转了一大圈，大概有1个多小时回来的。这加加林也成了苏联人心目当中绝对的英雄。后来68年有一次训练，飞机失事，性去世。所以这一点给苏联人长了很大的志气。那么头一个女宇宙飞行员也是前苏联人，名字叫杰列卡什瓦。这个杰列卡什瓦呢，是1963年6月16号登上太空的，在上面待了3天回来的。那么这两个人大家注意，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严格意义上讲，61年的时候，前苏联并没有做到万无一失的把人送上去接回来，他的技术没到呢，还处于一种试错阶段。可当时着急，为了赶超到美国前面，加加林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，所以这个人也很了不起。那么这个女的杰列卡什瓦呢，也是这样问题。她当时条件也不是很成熟，可是比加加林的时候好多了。因为最后上天了之后，为了宣传呢，你看我们苏联出了一个女宇航员，你看外形很漂亮，长苏联人志气。所以加加林、杰列卡什瓦这两个人都是出于当时冷战的政治目的。他和我们杨利伟同志啊、费俊龙、聂海胜、翟志刚上天了概念不一样。咱们当时基本上做到了一切环节的可操控。因为这种可操控呢，除了技术层面原因以外，还重要的在于我们的训练层面。想上太空不容易，航天员要经受哪些严酷训练，承受怎样的压力？飞天之路遭遇过哪些生死考验？说到训练，咱们得说句实在话，这个宇航员的训练呢，实在是艰苦，不光是生理上的难题，还有心理上的难题。你比方说，咱们先说在地面训练这个过程，咱们都知道得经常的在失重情况下练习嘛，因为到太空没有这个地心引力了。有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，我告诉你啊，在太空上喝水非常费劲。比如说喝水有什么费劲呢？好比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躺到床上或者倒立，你喝水，你试试那种状态下喝水多难，你就知道太空训练得有多苦。而且那个训练过程相对来说非常枯燥，有的时候还要超出身体一种耐受力，承受各种压力啊，包括身体上这种压强啊，心理上冲击。那么你再从生理上，他要打破好多在地球生活的指标。费俊龙就说过，说我们在失重状态下时间长了，腿都不会使劲了，因为你上面没有地心引力。训练的时候也要模拟失重，等到他从神溜下来回到地面，不会走道了，就腿使不上劲了，因为在太空肌肉不受力，到地面又有地心引力了，足足有1个多月他才适应地球人的生活。所以说作为宇航员来讲，他的训练和调整要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。所以杨利伟他作为第一个航天英雄，在很多场合都讲，说我这个上去不是我一人功劳，我们13、14个人一块训练，综合考量大家都差不多，我是那个幸运儿。指挥同志，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，待命出征，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出发。是。所以有的宇航员籍籍无名的，真是无名英雄，很了不起。那么我说这些还仅仅是在地面上的训练和准备，心理上的煎熬。真要到上边，咱说现在的科技是很了不起，能控制住，可是地球上还有天有不测风云的，上到大气层往上太空上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所以说每一个宇航员呢，他在上边担的风险相当大。你把杨利伟说他神舟5号上天的时候，开始测算都挺好，承受压力啊什么啥人都没问题，可是飞到离地面30-40公里的时候，出现火箭的低频震动的时候，杨利伟就觉得五脏六腑都要震碎了，那个难受啊。后来他回来就说当时几乎都有点受不了了。然后我们科学家赶紧根据这个发现，这个震动不是来自飞船，而是来自火箭，赶紧改进。到神6的时候大为减轻，到神7的时候没这现象。就是杨利伟当初用自己这26秒钟遭的罪，换回来后边我们科技的进步。起飞！起飞！
杨利伟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，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。C3，把图像传过来。因为这时通讯信号突然受到干扰，传回地面的图像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状态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这时候底下就有一个人在喊说：“你看他还活着。”说他的眼睛在动。看到，刚看到。说喊完这一嗓子之后，所有人都在鼓掌，当我这个听到他们在讲这个当时这个小插曲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在我的内心里边确实有一种这个要流泪的感觉。那不仅仅是这样，杨利伟在返航的时候遭遇到了很多特殊的事儿。你看，从空中下来，进入到大气层，有剧烈的震动。这种震动呢，把杨利伟嘴唇就划破了。怎么划破的呢？我们看那个宇航员，这不这儿带个麦克吗？那跟地面通话联系，带这麦克是有棱角的，那种巨大冲击力抖动的频率快多了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哪怕再微小的东西，以高速度向你冲击，那冲击力都不得了。杨利伟嘴角划出血，回来之后，杨利伟都后怕，说这个麦克假如是要在脖后边，坏了，大动脉都给你划破了，人就死那了。所以这是一次惊险。还有更惊险的事儿，这不是从空中回，飞船跟大气层剧烈的摩擦，一摩擦产生高温，温度多高呢？1600度到1800，整个就飞船窗户外都通红一片，烧的通红的，1800多度，你想想，说那没把飞船烧，那没事，飞船外头有那个防燃涂料。那么杨利伟坐在飞船里边往外看，就看到外头通红一片，不断有红的白的碎片飘，那是什么？防燃涂料给烧化了，往下掉。杨利伟那时候心里挺有底儿，没事，是咱事先都准备好了。看着看着他发现毛病了，怎么觉得这个右舷窗这块啊有道裂纹？你大伙想想，就跟窗子啪一打出一道裂纹似的。杨利伟当时汗就下来了，为啥？外边1800多度温度啊，一道裂纹，我的妈呀，他都不敢想了。回过神一琢磨，坏了，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怎么出的事儿？就是整个飞船体上有一道裂纹，瞬间高温就让飞船解体融化了，里边人全死了。杨利伟当时想到这儿，人都木了。这时候下意识的扭了头，再看左舷窗，咔，那边又有个裂纹，而且裂纹越扩越大。杨利伟当时的感觉，哎呀，我命休矣。过了半天没事儿，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这个裂纹是怎么来的呢？在这个左右舷窗之外啊，还有一道防燃涂层，就涂料以内还有个涂层，这一高温呢，把那涂层烧裂了，那隔着这个防燃玻璃，不显得就是这玻璃裂了吗？所以杨利伟当时是虚惊一场。所以咱们这些年你看，因为我们每往前走一步都相当的不容易，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给中国科技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呢，神9上天的话，能够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女宇航员，给我们带来别样的风采。